嗨，大家好，我是凯哥，你的理财路上最坚实的伙伴。相信伙伴们应该都有听过价值投资。价值投资就是把被低估的股票找出来，或者是看好该公司未来的获利跟成长性，透过研究一家的财务状况、营运表现，这些就叫做基本分析。找出股票的内在价值，买进低估的股票，卖出高估的股票，就是基本分析的核心思想。这支影片，凯哥会逐步讲解基本分析，让伙伴们学会要怎么判断一间公司的价值，进而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别忘了帮凯哥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基本分析通常可以分成3个层次来做，分别是总体经济分析、产业分析跟公司分析。总体经济分析是当你要投资股票之前，第一步要先看看整体经济的状况，因为大环境会直接影响企业的表现。常见要关注的指标，比方说像 GDP， 它是代表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状况。GDP 的成长率高，通常企业获利也比较有机会成长。然后是通膨率，通膨率高可能会侵蚀企业的利润，可是太低或者是通缩，则代表需求不足，这也是比较不好的情况。再来是利率，央行利息会让企业借贷成本提高，也会压抑股市估值。降息则通常对股市有利。再来是汇率，对于出口导向的公司来说，汇率变化也会直接影响营收。然后是失业率，失业率低代表经济强劲，消费力道也会比较好，相对对内需的需求也会比较高。所以整体经济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判断现在是不是适合一个大举投资的时机，或者是某个国家适不适合投资。然后是产业分析，经济环境大环境没有问题后，第二步就是要看它的产业。一间公司再怎么厉害，如果产业本身已经夕阳化，成长的空间还是很有限的，那投资风险就会比较大。产业分析的重点包含了像是产业的生命周期，比如说它是新兴产业、成长产业，还是已经成熟衰退的产业。然后要看它的市场规模跟成长性，产业的未来还有没有扩张的空间，还有它的竞争结构，这个市场是由少数大公司垄断，还是百家争鸣的情况呢？政策影响，政府的补助或限制也有可能会大幅度影响产业的发展。最后是技术的趋势，科技日新月异，谁能跟得上新技术，谁就能持续保持的优势。举个例子来说，像过去的传统相机产业，就因为智慧型手机的崛起而快速衰败。相反的，半导体产业则因为 AI、5G、电动车的需求而持续成长。第3步就是公司分析，它也是最核心的一步，就是要分析公司的本身。它一样可以分成3个面向。第一是财务分析，这部分最直接就是看财报，常见的重要指标，比方说像营收成长，它就可以看公司是否持续赚更多钱。毛利率、盈利率、净利率，这就是俗称的3率，这是可以反映公司的获利能力。ROE 就是股东权益报酬率，它是衡量公司替股东赚钱的效率。现金流量，有获利不代表有现金，公司必须有稳定的现金流才算是比较健康的体系。再来是负债比率，太高的负债可能会带来公司的财务风险。第2部分是营运分析，除了数字以外，公司的营运面也很重要，包含了管理层的能力。好的领导团队，它能够带领公司长期成长。公司的治理方针是否有诚信经营，是否重视股东权益，然后像是竞争优势、品牌力、权力、网络效应，这些也都是很重要的。第3部分就是估值分析了，要把公司的价值用数字量化。常见的方法有本益比、股价净值比，还有股利政策，这些可以判断股票是否被低估，还有公司是否稳定配息。比较进阶一点的方法叫现金流量折现法，这是透过预估一家公司未来的现金流进行折现，来评估企业目前的合理估值。透过这些繁琐计算之后，我们当然就比较容易挑到体质好的公司，比方说它可能长期营运或者获利成长，比方说财务稳健，它的负债比也合理，而且它会有独特的竞争优势，长期的营收跟获利成长空间也都很好，而且也可以得到合理的估值。不管多好的公司，它如果价格太贵，我们一样不会去投资，可能可以等到它的估值比较合理或者是被低估的时候再进场布局。然后如果因为市场短期低估了这只股票，那我们长期持有它，股价自然就会回到公司价值的本身。
这就是基本分析的核心思想。巴菲特曾说过，如果你不愿意持有一只股票超过10年，那就连拥有它10分钟都不要考虑。就是价值投资的观念。虽然基本分析很重要，可是也并不是完美的。它的缺点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研究财报跟资料。再来就是内在的价值估算带有主观性，不同人算出来的结果可能会差很多。比方说像是本益比，可能有些人只愿意给8倍，有些人愿意提高到20倍，这中间的误差就会很多了。而且基本分析无法预测短期的市场波动，它会比较容易错过短线的行情。所以很多人会把基本分析跟技术分析搭配使用，找到相对好的进出点之后，再长期持有它。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刚刚听了一大堆专有名词，我相信对新手来说门槛是有点高的，这也是基本分析比较难让人接受的原因，因为它的门槛真的比较高。那如果你是新手又想学基本分析，凯哥建议可以从以下几个步骤开始。我们可以先练习看一下财报、损益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建议挑选自己比较熟悉的产业，比方说平常工作或生活中接触到的产业，这样子理解也会比较快。先学习几个简单的指标，比方说像是本益比、ROE、毛利率，不要一口气记太多。然后就是建立观察名单，把做好的功课列出来，然后追踪一段时间，看看自己看得准不准。如果发现自己算出来的跟自己观察的成效都还不错，那么在实际操作这样子会比较好哦。所以基本分析就是帮助我们找到一间公司真正的价值，避免盲目跟风。投资最重要的不是快，而是稳。如果有一些基本分析的底子，你可以更有信心的长期持有一间优质的公司，在买进卖出的点位的时候，也会让自己更有信心。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咯，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欢迎下方留言。有帮助的话，记得帮凯哥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